这儿截胡呢？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 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。 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武侠。有人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便可将。我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
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，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我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，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见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布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
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。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侯爷，你怎么啦？侯爷，侯爷！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侯爷，哎呦，莫大呀，侯爷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。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利息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叶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
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护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后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功负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披荆斩棘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空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
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三叔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给我留块地？胖子一路都很兴奋，而我却有一丝疑虑。在去的途中，我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：上周的仓库事故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所里已经将吊藏棺椁进行了妥善的转移和保存。还有那些吸入毒气的仓库员工，也已无大碍。至于那几个闯祸的，相关部门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再教育。这次事故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我给小哥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大概时日无多了。这辈子，我经历了很多冒险，对人对事，都早已了无牵挂，只有从小带我长大的三叔。我想在死前知道他的下落，求个死而无憾吧。咱们先去看看，要不再去办个过户手续，这不是踏实了吗？我去，这是块坟地呀！这手机没信号啊！你再好好看看吧，是这儿吗？气象站。你三叔给你留个气象站干什么呀？想什么呢？来都来了，进球吧。三叔逗你玩的吧？这块地只能盖阴宅。
你先到楼上看去，一会儿这儿集合。好。上面都看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破气象站，都废弃好多年了。你三叔对你是真够好的啊！这是让你养老啊！这收拾收拾，下半辈子就过去了。咱们干脆开一个密室逃脱得了，别光咱俩找啊，让大家都来找找。到时候就在这个柜子后边安一密室，对吧？里边就写仨字儿，逗你玩。然后这机关啊，就在这抽屉这儿，你。哎我去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去，胖子，你嘴开过光吧你？出口成章啊，这是。哇，吓人一大跳啊，这是。怎么了？你们吴家的铜牌。行。天真，先别急啊，咱们要不再找找？这个打火机上有一个“伞”字，这是我小时候在三叔打火机上面刻的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个骗局。有人设了一个圈套，让我以为这是三叔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是我三叔？想骗我？别跟他说，别这样啊！你们拦住我干什么呀？找啊！天天，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，都找出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刚给我三叔还活着的时候，就马上让我找到他的尸体？与其这样，不如让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失踪了。
你三叔是票友啊？还藏床底下了？你看看，他不会是听戏曲听得走火入魔了吧？背叛磁带上面都有编码，那就是说，这里边已经录了别的内容了，编上号，方便你三叔自己查找。找一下有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。我必须要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我三叔。别划上你三叔啊！快！好，什么呀？哎，我处理一下啊。赶紧把它擦干净。这钱包算是包了浆了啊！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三叔叫过杨大广吗？杨大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死的这人不是你三叔。但是我们现在证明不了这个身份证是属于这具尸体的。你看照片啊，你看这照片，你对比一下，你看这额头，你再看这颧骨，这就是一个人呐，杨大广。你三叔这老狐狸没那么容易死，天真，情绪会让一个人的智商降低。闭嘴。把毛巾给我。再看看吧。哎，这是你三叔吗？是不是？对，这是那杨大广，对不对？这在人身上的，你三叔能偷人钱包吗？这，你先别说话，你看，这女的还挺漂亮的啊。陈文姐，谁？陈文姐，你认识啊？你三叔的旧情人。你看这眼神啊，这看你三叔这眼神直勾勾的，有意思啊。没那么简单，荒郊野岭的，干嘛去了？这是，还弄着一大录音机。在这个工作证的背后啊，刻了个044。你看这个，044。胖子，警方把尸体移走了吗？对，警方已经确定这不是刑事案件，让看看这是不是家属东西。让我想起来在五道口找个打口袋，那会儿真挣钱呢，哎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关了吧，太难听。哎，你看，好像是风声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这些磁带啊，就是人家气象站的资料，咱拿错了，给人送回去吧。怎么可能？他气象站的资料，他藏床底下干什么呀？这杨大广什么癖好？是什么纸？怪兽。雷声。
哪有？什么？完了，真听不见。他在听雷。听雷？全是雷声，我不听我都知道里边全都是雷声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每个地方都一直都会打雷。杨大广要收集这么多的雷声，我算了一下，起码得10几年，所以只有唯一的一种可能性，就是雷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他一直追着雷声在跑，他是一个追雷者。他听雷，他要干什么？你有病！拿来，我就是来拿你这录音机来了。白天听，晚上听，你以为你是听雷明星啊你？你不怕做噩梦啊你？你吓死我了你还吓死我了呢！这还有个人样吗？天天听雷，天天听雷，都快听成雷公了。睡觉，没收了。回事？还想理论理论啊？别说话。真不啊？中邪了？干嘛呀？啊？你哎，干嘛去？起来！我之前把那些磁带消磁，就把这些雷声都录在了电脑里。现在这个录音机里面的声音，是我刚才在外面录的，2条音轨，10年前杨大广的声音，刚才录在外面的声音。那的雷声一模一样。
我不知道杨大广的这个雷声是在什么地理布置的，但是10年之后，我刚拿到磁带没几天，我就听到了一模一样的雷声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频率的雷声经常出现。10年前，杨大广听到过，10年后的今天，你又听到了。相同频率的声音反复出现，不管是叫床还是雷声，只能说明一个事情：这里面有隐藏的信息。隐藏的信息。我三叔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不仅给我留了块地，还留了个谜团给我。他就是想让我了解重复的雷声，这不符合科学规律。他是不是陷入阴谋里了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回家？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难道说还有其他人在听来？问你二叔，江湖老妖精。三爷，三爷，小三爷，二叔。这小子敢偷袭我啊！二叔，他们怎么都跪着？今儿我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全都跪这儿了，不知道谁安排的，想给我压力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他们要是再跪着不起来，我就让警察来处理。二叔啊，那条短信是三叔发给我的，我觉得他很可能还没有死。二叔，不，二叔，有你的，二爷，他来了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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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KO！ 哈哈哈哈哈！让他进来。金老伯，单人模式，好好练习啊。二爷，五爷，二爷是我做生意的老师，在老师这儿你们要叫我五哥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辈分不能乱。来坐。二爷，您这是？坐下说。叶二爷。薛老板最近生意做得不错，哎，二爷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您甭客气。我听说九门霍家锦上珠拍卖行的买卖，你都分去了不少。那批原青花瓷的拍卖，让你赚得满钵满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那批货是霍家的。锦上珠最讨厌别人的筷子插进不该插的碗里。霍家不想起诉你，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太难看。所以，他们买了我的铜签，想让我从中调停。薛老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二爷，
我怎么可能敢抢锦上珠的买卖呢？这肯定底下的人不懂规矩啊！跟你们他妈说过多少回了，有些生意不能碰，就是他妈不听，当耳旁风啊！二爷，多谢您替我管教下面的人，这事儿你还得多帮忙。只要薛老板还是我们吴家的朋友，这忙我愿意帮啊。但是你就这一下子，也太没有什么诚意了吧？两个选择，一就是你自己跟霍家去解决这件事情，他们有合同，打官司赔死你。二，头顶着这个签子跟茶杯，走出我的家门，只要茶不洒，这件事儿就算了结了。二爷，您看这么着行吗？霍家给您出多少钱，我出双倍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薛老板的生意做大了，还真赚到钱了。二青，记住了啊，一会儿上门去要这份钱。是，二爷。不过，您还是得顶着签子跟这个茶杯出去，千万别撒。老大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老大。别碰我！不能扶，老大，来，慢点啊，老大。太爷，他妈呀！留着，以后没准能还回去。走，走。小杰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我知道你一直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近些年你一直都在走弯路，这不重要，最关键的是想想父母跟亲人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个挑剔的人，你二叔呢也不是个随便的人。你看这些姑娘全都是我跟你学摸的，好好看啊。如果你这些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再给你挑一批。二叔，我年纪还小，我得以事业为重。甭给我偏，你还小啊，都快40了，挑一个，好吧？那房子我给你买，车我给你买，你现在是该给我们吴家留个种了。是。可是二叔啊，你身体那么好，这留种的事儿你也行。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，那咱们算算总账。来，你在我们吴家盘口走的账应该是370万，5256。哎，我可以把零头给你抹了。行。那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的事嘛。等我吴山区有起色了，这些钱我马上都还上。30年，最多30年，30年之内全部还清。 30年啊，对， 30年。那您得把利息给我们吧。
利息是吧？哎，该还，不是还个利息吗？来，扫一下二叔，我还利息是吧？利息多少钱？啊，行，二叔，我这手机转账一天最多1万块钱，这也不够还的呀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回去之后我拿上银行卡去银行，把钱全部给你转。不用，哎，这干嘛那么麻烦呢？POS 机来，有点欺负人了啊，二叔，这太过分了呀！我来了是来跟你说钱的事儿的吗？我来是说三叔的事儿。从头到尾你有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话？三叔的事儿，轮不到你管，你也管不了。他的事情我一定会追查下去的。如果你三叔再跟你联系的话，让他来找我。那要是他失踪，真的跟听雷有关系呢？那有没有关系也跟你没关系。你还别不服气啊！这吴山居那点生意你都打理不了，你还能打理什么事儿？好好看好你的铺子。哎呦，对，来，我郑重的跟你介绍，这几位啊，丰乳肥臀，长得干净，好生养。我跟你说吧，哎。二叔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拉出去！大当家的怎么处置？我叫你一声二叔，你倒是对你亲侄好点啊！我给你介绍对象，放肆！你一介绍还给介绍400个，他哪有功夫挑啊？你找我呀？我有功夫，我也得传宗接代嘛，不是？这条短信是我三叔发给我的，我还是要参与。行，那你找你二叔求情去。求情？我才不找他求情呢，我还不让他参与了，我自己偷着干。偷着干？行啊，我支持你啊。我已经找人查过他的资料了，听雷可能只是个幌子，要查就要从源头开始查。这么说，吴邪在气象站发现了他三叔的信息。8成是的。行了，继续盯着他，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没事，那我撤了。好。嘿，这什么村啊？这是，一个人也没有啊！哎，手机信号也没了。天真，你手机有信号吗？没有。老乡，把鸡都宰了吧！老乡呢？这年轻人可能都出去打工去了吧？饿着吧。但是这确实安静的挺奇怪的。走了，胖子。哎。上着锁呢，没人啊。哎呀妈！这老人家，你走路不沾地啊！你吓死谁呢？这是。哎呀，这个不是杨家那个小子吗？您认识这个人啊？全村就是他们家一个外姓吴啊，还出了个大学生呢。这小子聪明啊，好像还进了个大单位，好些年没有看到他了。哦，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啊？没有什么人呐，他父亲啊得了尿毒症，早几年病死了，家里早就没有人了，房子呢也被泥石流冲掉了。
找不到了。大叔，被埋那个房子在哪儿呢？那，顺着往上面走，后面那个山坡上，那个地方啊，本来有很多房子的，被泥石流埋掉了。你们外乡人啊，最好不要去啊，我们本地人啊都不大会去的。怎么了？以前的人都说，我们这块山头啊，被雷公诅咒过的。听过雷公说话的人啊，耳朵里会生出像珍珠一样的东西，其实是一种疾病啊。很多人嘛，觉得奔走掉了。泥石流一来，它便会形成了木牢牢个坑，很危险的。胖子，哎，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回头再找您聊啊。哎。二爷，就这。二爷，上回小三爷匆匆忙忙走，就是在查这件事儿。这小子是一点没学会啊！那个短信把他引到这儿来，不是为了看尸体的。这儿有个密室，他就是没有发现。把这堵墙给我打开。你过来看看，这木头框子是用来做什么的？这种框是用来放置老壁画的。壁画整片割下来之后，就把它们卡在这种框里边。看来这以前是有人在修复老壁画。这是老手法，手艺人，不是学校里教的那种方法。这上面还有很多切割下来的多余的部分在上面。以前做壁画修复的，有几个人是用古法的？据我所知，吴爷爷当年对修复老壁画很擅长。那他说不，和三省年龄相仿的，现在怎么着也得有40、50岁了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小三爷之前在这外边发现了一个叫杨大广的尸体，会不会是他的手艺啊？我看过那双手，是个粗人。所以说，在这里修复壁画的应该另有其人，这得去查一查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胖爷，我来了。胖子，他们还真是挺专业的，这么一块壁砖啊，也就在25公分左右，爬起来还挺适适。这不对啊，天真，这不是他们家老宅啊！看样子被泥石流埋之前，这儿已经给封起来了。估计是藏着什么宝贝呢。哎呀，这洞口也太小了，这羊这都是小个儿吧？你怎么不说是你胖呢？哎，这感觉，还有这味道，舒坦。哎，看，讲究啊！你看这生活气息，哎呦，装备够齐的啊，还有发电机呢，这没油了，哎，我宝贝呢？宝贝呢？哎，这儿，还给胖爷我堵上了，你堵得住我吗你？哎，等一下，胖子，
慈父杨公贵龙，故贤考杨公西安，这么多人名。天真，这里大有乾坤啊！这是碑文，里面应该是个祠堂。杨家把祠堂放自己家里了。这是自闭症啊！祖宗不给憋死了？咱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嚯！哎，就这么点地儿。胖子，估计这回你会失望了。啊？这个祠堂的年代啊，不会太久，里边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